董总，我跟您说，我觉得咱们不应该搞年龄歧视。我真的已经调研过了，3G 公司自主研发的一种面料正在申请专利，一旦投入量产，有巨大的市场潜力。能有什么潜力啊？再有潜力不就是块布头吗？能比 VR 科技的潜力大吗？现在全景科技已经够我忙的了，我真的没有功夫在这种芝麻绿豆大的项目上浪费时间。哎，我有时间呀，我也不嫌项目小，一旦成了，这算咱们组的业绩。你去找李总吧，如果他们风控部门没问题的话，我这儿也没问题。好嘞。对，就是那3位大爷的项目。董总让你来找我，我们董总说了，你没问题，他就没问题。公司家真是。我说实话啊，以专业角度来看，这就是3个夕阳红大爷在夕阳红产业创业的项目。以风投标准来看，这事太荒唐了，不可能。李总，投什么项目没有风险？你相信我，这个项目真的有发展。你给我一次机会，反正我是不会放弃的。是，看出来你不会放弃了，不然董总也不可能把你支我这儿来。说实话，我挺欣赏你这种敢闯敢拼的劲儿，但欣赏归欣赏，项目归项目啊，不能走后门。我没有打算走后门，我都已经调研过了，3位大爷身体倍儿棒，有一个坚持早上5公里的，一个坚持冬泳的，还有一个坚持撸铁的。真的，那我只能祝福3位大爷，先福永享，寿与天齐。项目的事儿甭想了，你有功夫找找别的项目。李总，我吃饭。我也吃饭去。李总，咱们是投项目还是投人啊？只要项目好，岁数大点怎么了？我跟你说，60岁以上的人创业，他稳重啊。我真的不是年龄歧视，这是尊重客观事实啊！我来云山长青这么多年，还从来没有投过创业年龄这么大的项目。凡事不都得有第一次吗？你不准备给全公司展示展示你独立女性的魄力啊？我不准备，这展示风险可太大了，我不同意。反正啊，你们部门那个评估标准我都看过了，根本没有哪一条写着60岁以上的创业公司咱们不能投的。这个东西怎么可能写进去？没写就说明有可行性啊！你这有点抬杠了吧？我不管，反正你找一个理由说服我，你把我说的心服口服，我就放弃。那这样吧，他们这个企业有公众号吗？哎呦，我没问，现在应该都有吧？是，这个现在是人手一个微信的时代，这公司企业的这个公众号也代表了公司实力的一部分。如果这个3G 公司的粉丝能够超过10万，我们就可以考虑投。好嘞，你说的啊。你要给沈慧星放水？你一天天偷听人说话，你不累啊？根本用不着偷听。现在公司谁都知道，沈慧星天天拉着你谈3个大爷的项目，茶水间聊，餐厅聊。我这么跟你说吧，你们在洗手间里对话，照样有人在群里头实时播报。洗手间？谁这么变态？不重要，一点都不重要。重要的是，如果你对我铁面无私，对他大开后门，这就说不过去了。我什么时候大开后门？你说的，粉丝量达到10万，你就同意投啊？霍总，一个做纺织面料的公司，这粉丝数是怎么能够到10万呢？你连投资界的10大谎言都不知道，还好意思天天来磨我？霍总，我给你一个小小的建议啊，就是好好的了解一下国内的这些行情，然后再行动。反正你公司也不知道怎么了，净招一些什么都不懂的二五爷。话别说这么难听。什么叫一切啊？说沈慧星能打击面这么广干嘛？听出来了，听出来了就好。首尔
这点设计的不太好，再调整一下。你看这儿，对吧？脖子。请问一下，黄金在吗？啊，他在呢。黄金啊！哎，你怎么来了？我上次面试成功了，今天是我第一次来这边上班。森茂商务，你忘了吗？没忘，恭喜你啊！我就说你一定行吧。我是想来谢谢你那天的鼓励，还有你那么热心的帮我带路，所以我中午想过来找你一起吃个饭，你有空吗？有空，我请你吧。不用了，我自己做了2份便当，你要不要尝尝？啊，好啊。那到我办公室里吃吧。啊，进面。你吃得饱吗？我是不是做的太少了？不少，这你做的太好吃了。你怎么那么会做饭？我也是在贺总身边锻炼出来的，他那个人啊，要求很高的。你说的是贺运美吧？嗯，其实我真的是很认真的在做那份工作，但是没想到贺总居然是那样的人，他居然会做出那么可怕的事情。你呀，就是太单纯了。这个世界上的人很复杂的，知人知面不知心。反正啊，经过那件事以后，我也是挺受打击的。后来想出去旅游散散心，结果手机还丢了，搞得我连好多朋友的手机号都没了。你手机丢了？嗯，那这么说，我给你发的信息你压根就没收着？没有啊，你给我发信息了，什么时候啊？就是咱们见过面不久之后，你没给我回，我还以为你不想理我呢。怎么会呢？那你到底给我发什么了？找我什么事儿？也没什么，就是想邀请你来我们公司玩。就这事儿啊？那不正巧了吗？我现在不就来了？对呀。你先吃，等你吃完了，我带你转转。我们公司自己研发了一款游戏，还挺好玩的 ，VR 游戏，你会玩吗？我很教你。行，啊，不过也得等下次了，这午休时间也过了，我下午啊还得上班呢。那下次是什么时候啊？明天？累坏了吧？这段时间可不。你出差的时间也不算短了。你们公司没有其他人跟你一块儿回来呀？也有啊。那有几个人啊？好几个呢。怎么了？问这干嘛？没有啊，我就觉得，要是你们公司能够多几个人跟你一块儿回来，那你不就可以在家多陪我待几天了吗？哎呀，亲爱的，那你可想多了。我们要都回来了，项目上谁盯着呀？我这次回来也就是开个会，很快还得走。
去吧。那东东妈，有些日子没见了啊。我之前不是说老师找我吗？结果是史志办有个历史课题研究工作，找我一起参与呢。最近一直忙这事儿。史志办是研究历史的吗？那你现在成为历史研究员了，高级知识分子。没有，我就是帮个忙。正好这次课题是我大学时候一直研究的方向，赶巧了。那你去研究历史，你们家西哥怎么办？他妈妈同意吗？他还是挺配合的，真的。我带他去图书馆，他还帮我找资料呢。当然，也是捣乱时候居多。我们家思佳知道这事儿是我想做的，特别支持我。我觉得他还是懂我的。真好，真为你高兴，有一个爱你懂你的老婆，还有一个聪明可爱的儿子，现在又能做上自己梦想的事业。和我们这些人相比，你才是人生赢家。谈不上，我们都是走一步看一步的芸芸众生，我真的算不上是赢家，知足常乐。我跟女方律师沟通过了，这次是在进行起诉离婚之前最后一次见面了，所以你一定不要激动，尽量不要说话。我上次也不想说话，那不提到房子的事儿吗？确实理亏。你放心，这次不管他说什么，我绝不理他。对，有什么话让我来说。那王律师，咱们这次主打的策略是什么呀？现在双方争议的焦点是孩子的抚养权问题，所以等会儿我的策略是主打女方收入没有男方高这一点。这次协商，我准备主打男方陪伴不如女方多这个点。不是多少的问题，他压根儿就不陪伴。沈小姐，这就是我要跟你说的第二个问题了。这次协商呢，你到场就行，千万别说话。一会儿再跟他吵起来啊，不利于咱们胜诉，也不利于争取你想要的孩子监护权。所以有什么问题啊，交给我来说就行了，好吗？你放心吧，我也不想跟他说话。好，保证不说话。行，至少不先说话。哎，沈小姐怎么了？没事儿。行，就订那个酒店啊，到时候来个车接我就行。好，先这样。王律师，开始之前我先说一个跟离婚没关系的事儿，但是这个事儿必须得跟对方交代一下，因为下周我要出差，所以135、246的事儿得暂停一下，得由他带孩子。那您看，这跟离婚怎么没关系啊？要不是你把所有的事儿都排在孩子跟家庭之前，这婚用得着离吗？你有时间陪盛唐吗？我都不明白你为什么要争这个抚养权啊！我还不明白你为什么要争这抚养权呢？养孩子是要花钱的，就你现在做那个项目，你能挣几个钱？能给孩子好的生活、好的教育吗？我告诉你吧，盛江川，钱不是最重要的，陪伴才是最重要的。那是不是也得有经济基础啊？我特别不明白，就是在外边工作，在哪儿都特别受人尊重，为什么你哪儿就不给我面子，在家也不给我面子呢？我怎么给你面子呢？你在家除了打游戏就是上网，要不就是喝啤酒。我跟盛唐标榜你啊，什么都不干。你以为你是在公司吗？指指点点的，一点家庭责任都不承担。我这不想承担来着，我给盛唐买礼物，你告诉我塑料的不能买，带铅的不能买，这个用电池的不能买，后来你非要买，你是不是觉得你什么都行？你是最完美的人，对不对？就是最完美的，我就是最完美的呀！我没不让你买，我给你机会了，你买的那是什么呀？小魔仙跟黑魔仙你都分不清楚。我让你带女儿，女儿让你买翅膀，你买什么了？你压根把这事儿都忘脑子后面去了。盛唐最后怎么参加的活动啊？背了2个破纸壳子。我弥补了，我亲手我手工做的嘛。不是，不管怎么说，我是维护这个家的，对不对？我没在外边诋毁过这个家庭，对不对？参加婚礼，当着那么多人面，你说结了婚以后就没有纪念日了？哪个纪念日我没送礼物？就是没有。你说那个随便的纪念日，哪个纪念日花多少钱，你知道吗？我当然知道了，家里面每个月信用卡都是谁还的呀？我还的，我能不知道吗？你更有意思，你连咱俩第一次在哪儿见的你都记不得了，你的记性可真好啊！你的记性，我记性不好还是你忘性大呀？你善变呀？你一会儿说你
你喜欢吃车厘子，一会儿又喜欢吃那个杨梅，我又不是你肚子里蛔虫，我哪知道你那么善变呀？我什么时候说我爱吃车厘子了？我那是怀孕了，我想吃，我老怀孕啊，我怀6年孕啊。太逗了，你还说我的认知有问题，你说我过时了，我觉得你黄律师，首先就挺有。那您看，咱们这个协商记录怎么写？太逗了，你们家盛堂长到16岁，你给他吃棒棒糖吗？搞笑。就写，经过双方律师友好协商，觉得没有协商的必要。行，那咱们就准备起诉离婚吧。你说为什么要请律师啊？请律师就是为了不亲自吵架。你要非得亲自下场的话，那律师费不就白花了吗？哎呀，又让王律师见笑了。那不至于，律师跟代理人之间有保密协议。我就是觉得你现在是不是变了？上学的时候血气方刚的，就属你老奸巨猾，怎么现在这么暴躁？你才老奸巨猾呢！你不懂，婚姻能彻底改变一个人。那我是真不懂。到底是婚姻让你痛苦，还是离婚让你痛苦？要是这么痛苦的话，不离了好不好呢？我到今天也没弄明白啊，你们俩没家暴没外遇，为什么离啊？你没经历过，你不明白。这婚姻中最痛苦的就是你努力想给对方的，却不是对方想要的。那你就先弄明白沈慧星想要什么。我就是不知道她想要什么。也许她想要一个像董思佳她老公那样的男人。那没戏。我是觉得，就算有一天我跟盛江川会离婚，也应该像沈鹏跟蔡胜美那样吧，一别两宽，各自精彩，再见还是朋友。怎么也没想到会闹成今天这样。真的无法挽回，必须得这样吗？我现在才发现，盛江川可能需要一个像你这样在家相夫教子的女人吧。相夫教子，就可以白头偕老，岁月静好了吗？恐怕也是白日做梦吧。什么意思啊？没事儿，不用管我，你先过好你自己吧。啊，怎么就那么难呢？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，也许这一切都是命吧。但有的人命就挺好的，比如说你老板董思佳，她老公李宇儿又踏实又顾家，我觉得他们应该挺幸福的。哎，你说怎么能让一个老年创业的企业公众号一下子有10万的粉丝？什么？算了算了，你也好久没干活了，我自己想吧。森哥，你怎么来了？不是听说你回澳门了吗？事情都处理完了就回来了。这一回来就这么急着要见我，不过还好，我不欠你们。怎么，森哥现在改行替人讨债了？
我回澳门就是处理这件事儿的。这家赌场由于经营不善，飘在外面的债务太多，所以做不下去，就卖给我们公司，还把他们的债权债务一并都转给我。所以你说，我们这很久都没见面了，一见面就让你还钱，也确实有点不好意思。但我看了数目不大，要不就把这笔小钱先还我，也算是给森哥个面子。森哥，庄老板，我现在手里真的没有钱，要不你再宽限我一段时间？怎么可能没钱啊？听说你不是刚交了一个潜力股男朋友吗？这点小钱算什么？什么潜力股啊？我记得我曾经跟你讲过，调查每一个跟我有生意来往的人是我的生存技能之一啊，不然我根本活不到今天。我今天才算是真的领教到了，庄老板的鼻子可真够灵。甜甜，骂人可就不好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存法则，而且我并没有想对你构成什么威胁。作为你的仰慕者，听说你交了新男朋友，我虽然很心碎，但是作为朋友还是要祝福你。你这方面是真有眼光，森哥自愧不如。刚开始我还觉得像黄晶这种人，你怎么可能看得上呢？可到后来我才发现，人如其名，果然是头大金鱼。森哥，你是真的只知其一不知其二。是，我确实是在跟黄晶谈恋爱。黄晶那个公司呢，最近确实好像也还挺红火，但是问题是，他那种初期创业公司，估值再高也没什么用。黄晶手里根本就没有心情。甜甜，你这样就不对了。大家都是老朋友了，防着我可不好。黄晶身上要是真没有油水可查，你怎么可能和这种人在一起？我知道你肯定有自己的计划，我这也是好心好意给你提个醒。提什么醒啊？今年的赌场业普遍不景气，小公司频繁转让，大公司面临洗牌，所以今年清收欠款的力度空前。很多大公司都已经找出一帮要账的在路上了。我看了一下，你欠我的还算少的，欠另外几家的数额可都不小。到那个时候，人家肯定不会像我对你这么客气啊。所以啊，黄晶那边你还得掂量着办，不管你想放多长的线，钓多大的鱼，都得提提速。黄晶，快给我搭把手。这么晚你怎么来了？什么呀？吃的，你还知道晚啊？你们每天加班到这么晚，身体能吃得消吗？哎，我给大家带一点吃的，还有我亲手煲的汤，都过来尝尝吧。我来。哎，醒醒！黄总朋友给我们送宵夜来了。来，哇，赶紧趁热分了吃了。分了吧。我们熬夜加班是常事儿，都习惯了。但是有人给我们带宵夜，这还第一次，还有点不适应呢。都趁热吃了啊！哎，站着干嘛？你快过来。我煲的汤，尝尝。甜甜，这么晚了，你困不困？要不我送你回家吧，今天晚上不加班了。不用，给，你就好好工作吧。我呀，就在这陪着你。女人嘛，本来就应该支持男人事业的。可惜我不懂什么技术，也就只能做点力所能及的小事了。不，甜甜，以为我做的没有小事儿。自从咱俩在一起后，为我做的每一件事儿都不是小事儿。真的，从来没有一个女孩对我这么好过。我现在很幸福，真的特别幸福。哎，
我妈，她不是跟团去日本旅游了吗？怎么这么晚还来电话？你快接啊！啊，我出去接吧，别打扰你工作。不用，正好我也想跟阿姨打个招呼呢。那行。妈，怎么这么晚还不睡？在日本玩怎么样？甜甜啊，我是你张姨，你妈在这边出事儿了。出什么事儿了？也不知道怎么搞的，你妈好好的突然就犯了心脏病，现在被送进医院了。这边的大夫说是情况很危险，必须得马上手术才行。那就赶紧手术啊！张姨，拜托你跟医生说，一定要想办法救我妈，我也想办法尽快赶过去。不是甜甜，现在的问题是日本这边的医院很贵很贵的，我们在这边又不能用我们国家的医保，然后这个手术还挺复杂的，又换张姨，你就说吧，到底需要多少钱？医院说全做下来需要1700多万日元的。那人民币是多少钱啊？呀，大概100万出头一点吧。所以这么大一笔钱可不是小数目啊！你妈就你这么一个女儿，你得赶紧拿个主意啊！我还拿什么主意啊？无论如何我也要救我妈，不管多少钱我也一定要救她。可是这么多钱，你有吗？钱我们想办法，一定救人要紧，先救人。阿姨啊，先救人。啊，我知道了啊，那我挂了啊。好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我妈100多万，我妈。甜甜，有我呢，别着急啊，我们一起想办法。没事啊，没事，没事，有我呢。甜甜，我没出过国，也没有护照，也不能陪你一块儿去。这签证还是我跟我妈一起办的。本来说好，这次我背着她一起去，但是后来咱俩在一起了，我实在是不想跟你分开，所以我就没有去陪她。现在想想，我真是后悔。要是我陪在她身边照顾她，可能就不会发生这么多事情。都怪我。怎么会怪你呢，甜甜？这种事儿谁也没办法预料的。再说你别着急，我听说日本那边医疗条件很好的，啊。是，医疗条件是很好，但是价格也太昂贵了。不过只要能救我妈，我就算倾家荡产、砸锅卖铁，我一定要把这钱给她凑齐了。甜甜，我现在身上没有那么多的现金，但是不，这事你不用管了，我妈的事情我自己会想办法的。就算去借高利贷，我也要把这钱给她凑上。怎么能借高利贷呢？那种私人借贷利息特别的高，而且大多都不合法。再说了，你一个女孩子跟那些不三不四的人扯上关系，那不就毁了吗？那能怎么办呢？我妈从小把我拉扯大，她这辈子太不容易了，我总不能看着她客死异乡吧？你不是有我呢吗？咱们一起想办法呀！还能有什么办法呀？我就是个小文员，手里那点积蓄还不够零头的。你的公司也才刚起步，手里也没什么钱。可我妈的手术也已经是拖不得了，现在也只有私人贷款才能最快拿到钱了。甜甜，我现在手里是没有现金，但是我公司账上刚到了一笔钱。是飞虎资本的第3期投资款。投资款？投资款你可不能乱用啊！那样的话，你不就跟贺云美一样了吗？她是个自私自利的人，只顾自己享乐。你跟她可不一样，你是个好人。甜甜，总之。我是不会违法的，你再给我几天，我一定能帮你把这笔钱筹到。先别着急去啊。你要卖老股，
哥，情况我不是跟你都说了吗？田家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，我不能袖手旁观啊。你跟佘甜甜，你俩认识时间不长吧？哥，这跟时间长短没关系。我跟甜甜谈恋爱，就是奔着结婚去的。那他妈早晚也是我妈，那现在等钱救命呢。我要是见死不救，那以后我哪有脸跟人家结婚啊？是不能袖手旁观，我主要是替你考虑。虽然魔豆科技现在的估值高，但是我要收你老股，那还得按原来的价格。我是觉得你亏的慌。嗨，哥，我理解。魔豆科技估值再高，也是靠你们烧钱烧上去的。我哪好意思让你们高价收啊？就按照原始估价就行。我只有一个条件，就是尽快。行，那我尽快跟曹总汇报一下。你想卖多少啊？我算了一下，5%就行。大瑞，几点了你才来？啊，迟到了还在那照镜子，你是朵花啊你？不是师哥，你这怎么了？不是又让人揍了吧？我也不知道最近怎么了，总能碰上这些奇奇怪怪的事。以后出门我得好好看看黄历。不，我昨晚冰敷了，还能看出来啊？你这让人揍了你？师哥，我这可是因为去网吧做调研的时候弄的，那得算工伤啊。我让你去调查马路丽莲的核心用户，做个问卷调查，你怎么让人给揍了呀？我就说我倒霉嘛，我很正常的做调研啊。网吧里好多外来打工的人，我还怕他们不配合，我带好多小礼品给他们。刚开始挺好，我特别高兴。到一半的时候出问题了。出什么问题了？你是不是礼品带少了？我不是，我就问一小伙子，我说你关注马路丽莲这公众号的什么话题呢？他的回答是，一个野王哪吒与猴子的 battle。然后什么哪吒什么猴子啊？不是，这就年轻人话题，你不懂。哦。然后旁边另外一个小伙子站起来了，反驳他。两个人越讨论越激烈，越讨论越激烈。后来加入讨论的人越来越多，场面一下就失控，然后就打起来了啊！一个话题有这么大的威力，我就说嘛，我是去拉架的。你说给我一顿揍，这叫什么事儿啊？你说，哎呦，我这公司也太有意思了吧？啊，随随便便一个话题，就有那么多人参与激烈的讨论。嗯，哎，你那报告没丢吧？啊，没丢，在桌上放着呢。我冒着继续挨揍的风险数了一下，网吧里一共62个人，参与文攻武斗的45、6个吧，相当于是74%啊。74.1%，你算一下，对不对？差不多。就是这个网吧里的75%的人关注了这家公司旗下的公众号。嗯，单从这一个网吧的样本来看，这些用户可能不算很高端，他们也不是长期生活在一线城市的人，但是他们却是中国最核心的互联网用户。妈妈，今天就是周末了，咱们什么时候出发呀？咱们出发去哪儿啊？你不是说要带我去动物园玩的，你怎么忘了？爸爸能一起去吗？哎，爸爸不在，他去哪儿了？宝宝，妈妈有几个工作报告没写完。可是今天是周末呀，再说你不是都写完那个项目计划书了吗？我不就是因为把时间都花在那个项目计划书上了，我的工作报告才没写完呀。但是你都答应过我了，咱们都说好了。那妈妈就快快的写行吗？因为妈必须要交，行不行？快快写完了，咱俩就去。好，快快的啊，快写。黄金要卖老股啊！好啊，现在这个魔豆科技的行情看涨，咱们多攥一些筹码在手里是好事啊。我也是这么想，而且我已经跟他说了，卖老股只能按当初我们收购的价格，他同意了。他就是希望能快点拿到钱。行啊，那没问题啊。签完了合同就让财务给他打钱。好，盛总。哎，哦对了，还有我日本那边有些朋友也问他还有什么要帮助的，反正呢是做个顺水人情，也不麻烦。行，那我问问他。好，行了，那我们再来说说这个马路丽莲。
这资料您看了吗？看是看了，但是我没明白你为什么看好这个项目。您是不是觉得有点俗啊？我投资不考虑俗不俗，我只考虑能不能赚钱。比起那些主观印象，我更关注的是客观事实。比如，咱们之前投的这个魔豆科技啊，尽管我觉得这个黄金是怪咖，但是我同时认为，他研发的技术壁垒足够高。一个技术壁垒就可以决定企业的行业地位，行业地位又决定了企业的稀缺性，而稀缺性正是我们投资成功的保障。您说的这些都对，我同意。那你怎么还会想投这个马路丽莲呢？你不觉得它这个技术壁垒太低吗？说白了就没什么门槛。像这种烂大街的项目，有什么投资价值？说实话，这个项目未来能不能成，我现在心里也没数。但是我觉得投资和创业是一样的，成功是小概率事件，所以我们必须拿出最好的项目，这样才能帮基金赚回超过100倍的回报。100倍？江川，你这个胃口太大了。就凭这个项目，可能吗？我记得您曾经跟我说过，投资这个领域没有28法则。如果要遵循28法则，就注定平庸。坦白的讲，当我看到这家公司的数据还有调查结果的时候，我很惊讶。同时，我也意识到一个问题，那就是在中国市场，投资和创业必须做长尾市场。这个市场的用户跟所谓的精英不同，需要我们去寻找和了解。那你准备怎么寻找和了解？我想先去一趟3、4线城市，也就是所谓的下沉市场去做一些考察，而且事不宜迟，我想今天就走。我可不加糖。谢谢，儿子。少喝点甜的啊。你在找阿姨啊？儿子6岁了，该上小学了，已经不需要有人全天候的照顾。如果你真的想出去工作，总得有阿姨照顾孩子啊。我是不放心把他交给外人，可是我觉得你说的对，总不能一朝被蛇咬，10年怕井绳。先找找看，如果有合适的，咱们再商量。哎，你那个研究课题进展的怎么样？史志办不要求时间的吗？史志办那边罗教授在对接，想不想听听我课题进展？我跟你说说。你那个太专业了，我哪听得懂啊？我在想要不要请罗教授吃顿饭，我们下周怎么样？不用了吧，我跟老师之间用不着这些虚礼。你也挺忙的，你先忙你的吧。其实我早就想跟罗教授聊聊了，那就这么定了。接个电话。喂，怎么了？这都几点了，你跟我说人手不够，你们怎么办事的？早干什么去了？妈，检查一下啊。好了，洗完了。那咱们快走吧，我要带着胡萝卜去喂长颈鹿。走喽。糖糖，我觉得现在这个点儿，咱们俩开车到了动物园门口，动物园就得关门了。没关系，那个咱们家旁边那小公园，不是有一个小鱼塘吗？你不是也特别爱去喂那个小金鱼吗？咱俩今天去给小鱼送点饭，好不好？那好吧。好吧，真乖，好乖。喂，董总。公司一个重点项目今天要在万通广场路演，但是现场那边临时出了点状况，现在人手不够，咱们部门得赶紧过去支援一下。现在吗？对，而且就快开场了，必须尽快赶到。可是我现在在家里面，我现在也在赶去万通广场的路上。怎么，你有什么问题吗？我没问题。糖糖，
妈妈的领导叫妈妈现在去一个紧急的工作，爸爸回来了，让爸爸带你去小公园喂鱼吧。下周妈妈肯定带你去动物园，好乖啊。哎，你干什么去啊？我晚上要出差。哎，这。爸爸，我想出去玩。宝贝啊，爸爸今天要出差，票都买好了。但是我想去小公园喂鱼，妈妈都答应过我了。要不这样，爸爸先收拾行李，收拾完行李再带你出去玩，顺便给你买个冰淇淋，好不好？感知新维度，智慧新生活，欢迎大家来到 BII 科技全屋智能家居路演活动现场。随着智能家居的普及，现在已经越来越多的普通人都使用到了智能家居。BII 智能家居采用有线和无线网络相结合的方式，实现物物互联，为您提供物料都到齐了。和娱乐等智慧全场景解决方案，语音唤醒，操作简单。首先进入到的是精品体验环节，让我们有请机器人舞蹈团闪亮登场。前2排8个，后2排7个，码齐了。沈慧星和蒋静聊天聊到了一个问题，真的是击中了很多夫妻的软肋啊。就是婚姻中不吵不闹就等于岁月静好吗？我在工作当中遇到过很多的离婚案例啊，就是那些不吵不闹就把婚给离了的夫妻啊，大家觉得这就是作啊，你踏踏实实过日子不行吗？那如果你也觉得这种观点对，那么请先了解一下橡皮婚姻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作家苏秦，欢迎收看《幸福必修课》。那这类婚姻呢，它具备一切橡皮的属性啊，比如说麻木、无趣，但是呢，它还结实。两个人不会因为对方有太大的这个情绪波动啊，你的悲欢我看在眼里，但是我懒得去理啊。你想要什么，我也不是不知道，但是我就是不上心。既懒得经营感情，也懒得离婚。那这种婚姻的实质呢，其实就是躺平。咱们既不自省，也不指责，连架都懒得吵。而且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啊，还并没有出轨，并不是说因为在外面激情够了才回家躺平过日子的。那根源就在于他们对于情感的期待值是非常低的。啊，觉得结婚就是生儿育女啊，就是大伙过日子，那就是左手握右手，你都已经自动给婚姻设置成最低配置了，那你怎么可能要求他给你更高速的运行系统呢？夫妻之间必须要对婚姻保持足够的期待值，这是一种婚姻的信念感。那人其实得有奔头才会有激情啊！你看刚结婚的时候，咱们一起供房子、养孩子，激情满满呀，吵架也觉得有意思。后来一切安稳了，也就懒得使劲儿了。所以夫妻间一定要不断的去设置一些共同目标啊，就比如举个例子啊，什么30天羽毛球计划啊，共同理财计划，其实小目标就行，就别太难，重在参与啊。总之是要两个人能够在一起做的事情。那什么叫经营婚姻呢？其实就是不断的提出目标，再不断的去实现目标。如果根本就没有目标，也从来不提要求，这婚姻其实就会慢慢的橡皮化了。那大家记住一句话，就是没有要求的婚姻是不会有惊喜的。
参与的